午夜的霓虹透过破旧的出租屋窗户，碎成一片片寒凉的光斑，落在何之义单薄的肩头。他低头看着怀里熟睡的女儿三三，小家伙脸色苍白，呼吸微弱，纤细的脖颈上还留着细密的针孔。为了给患有先天性血液病的女儿续命，5年来他褪去曾经的豪门荣光，在城市最底层摸爬滚打，做保洁、打零工、接零散兼职，把所有尊严和体面都碾碎在了柴米油盐里。没人知道，这个满身烟火疲惫、卑微求生的女人，曾是柳城赫赫有名的何家千金，是站在云端踩着水晶玻璃鞋起舞的耀眼少女。更没人知道，她是薛其瑞的前妻，那个被他亲手推入深渊、厌弃至极的女人。5年前，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彻底颠覆了何之义的人生。他的双胞胎妹妹何之雨嫉妒他拥有的一切，嫉妒他深得薛其瑞偏爱，嫉妒他生来便是何家正统千金。何之雨联合何家长辈暗中布局，伪造证据，散播谣言，一步步将脏水泼向何之义。所有人都信了流言，唯独薛其瑞的不信，最终变成了最深的憎恨。他认定何之义背信弃义，贪慕虚荣，为了钱财背叛感情，甚至狠心抛弃亲生女儿。彼时年轻气盛、偏执执拗的他，不听何之义的半句辩解，亲手签下离婚协议，斩断了两人所有羁绊，还放话让他永远滚出柳城。何家顺势将他驱逐家门，断绝所有关系。昔日众星捧月的千金，一夜之间沦为无家可归的弃妇。彼时他刚生下三三不久，孩子体弱多病，急需照料。孤立无援的他，只能带着襁褓中的女儿远走他乡，在底层艰难求生。5年来，薛其瑞凭借过人的手腕，将薛氏集团打理得愈发庞大，成为柳城举足轻重的商界巨擘。他站在万人之巅，冷漠金贵，众星环绕，心底却始终压着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执念。他固执地恨着何之义，恨他的背叛与绝情，这份恨意成了他平淡强势人生里唯一的波澜。无人知晓，午夜梦回时，他总会被莫名的空洞裹挟。命运的重逢，猝不及防。薛氏集团高端酒店急需临时保洁，人手紧缺，中介连夜推荐了兼职的何之义。阔别5年，两人以最狼狈、最悬殊的姿态再度相遇。奢华堂皇的酒店走廊，水晶灯流光璀璨，映得周遭富贵逼人。何之义穿着洗得发白的保洁工装，戴着普通的橡胶手套，正弯腰认真擦拭地板，身姿单薄，满身局促。而薛其瑞一身高定西装，气场冷冽，身形挺拔，周身是生人勿近的金贵疏离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空气骤然凝滞。薛其瑞深邃的眼眸瞬间附上寒冰，5年积压的恨意瞬间翻涌而上。他看着眼前褪去所有光环、卑微落魄的女人，心底没有半分怜悯，只有刺骨的嘲讽。他以为这些年他早已靠着背叛得来的钱财风光度日，却没想到他会落魄到做底层保洁，靠着体力谋生。可这份落魄并未消解他的怨恨，反而让他愈发愤怒。他偏执地认为，这是他刻意伪装的可怜，是博取同情的手段，是欲擒故纵的把戏。何之义，你倒是很能屈能伸。薛其瑞的声音冷得像冰，裹挟着浓浓的鄙夷。5年前，为了利益，毫不犹豫抛弃我和孩子，如今走投无路，又想回来攀附。何之义身子一僵，指尖微微颤抖，缓缓抬起头。
5年岁月搓磨，让他褪去了年少的明艳娇憨，眉眼间多了沧桑与疲惫，却依旧藏着难掩的清丽。他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男人，心底翻涌着酸涩与悲凉，千言万语堵在喉咙，最终只化作一句无力的辩解：我没有。简简单单3个字，苍白的不堪一击。5年的流言蜚语，5年的隔绝离散，早已让所有真相深埋地底，无人倾听。薛其瑞冷笑一声，眼底寒意更甚：没有，那你当年一走了之，杳无音信，任由刚出生的暖暖无人照料，也是假的。暖暖，薛玉暖，是他和薛其瑞的大女儿。当年他被迫离开，襁褓中的暖暖被何家截留，留在了薛其瑞身边。这些年，他只能偷偷打探女儿的消息，从未敢靠近。他深知自己无力对抗何家与薛家的势力，更怕自己的出现会给病重的三三招来更多祸端。何之义喉头哽咽，满心委屈，无处诉说。他当年是被逼迫离开，是身不由己，可所有苦衷，在薛其瑞的偏见与恨意面前，都显得无比虚伪。薛其瑞根本不给他辩解的机会，强势打断他的话，语气带着极致的刻薄与刁难。既然这么缺钱，那就留下来，留在酒店做保洁，好好干活，别再耍那些不入流的心思。他偏执的想要困住他，想要折磨他。他想让这个背叛过他的女人日日匍匐在他眼前，看着他坐拥荣华，看着自己卑微如尘，以此消解他5年的执念与怨恨。何之义别无选择，三三的医药费日日紧迫，他需要这份薪水微薄却结算稳定的工作，为女儿续命。哪怕日日面对薛其瑞的冷脸与羞辱，哪怕尊严被反复践踏，他也只能咬牙承受。自此，何之义成了薛氏酒店的一名普通保洁，日日在薛其瑞的视线范围内卑微劳作。薛其瑞对他极尽苛刻，处处刁难，旁人犯错可以从轻处置，唯独何之义稍有不慎便是严厉斥责与惩罚。他会故意让他清理顶层宴会厅的繁复污渍，会在深夜吩咐他单独打扫空旷的长廊，会当着众多员工的面冷言嘲讽，撕碎他仅存的体面。所有人都看出总裁对这个保洁的格外厌恶，纷纷揣测他的来历，对他避之不及，暗中非议。无人知晓，这位冷酷偏执的薛总在一次次刻意刁难背后，藏着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私心。他怕再次失去他，怕他再次悄无声息从自己的世界消失。他只能用这种极端扭曲的方式，将他强行留在身边，留住这失而复得的交集。何之宇得知2人重逢的消息后，心生惶恐。这些年，他靠着伪装温柔善良，深得薛其瑞信任，一直以亲近者的身份待在他身边，还时常对外暗示自己与薛其瑞情投意合，只差临门一脚。他好不容易顶替姐姐，拥有了万众瞩目的人生，绝不能让何之义毁了一切。为了彻底稳住自己的位置，断绝何之义翻身的可能，何之宇开始变本加厉的挑拨离间。他频繁出现在薛其瑞身边，故作温柔懂事，不断复述当年的虚假往事，强化薛其瑞对何之义的负面印象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偷偷跑到酒店，当众刁难何之义，故意打翻茶水，弄脏地面，逼何之义跪地清理，字字句句都在嘲讽他的落魄不堪。姐姐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卑微又丑陋，哪里还有半分当年何家千金的模样？其瑞哥现在眼里只有我，你趁早死心，别再痴心妄想纠缠他。
何之义默默忍受着一切欺凌，他不争不抢，不吵不闹，一心只想着踏实赚钱，守护好三三。可他的退让隐忍，在薛其瑞眼中却成了默认心虚，无言狡辩。他对他的误会越来越深，态度也愈发冰冷强硬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薛其瑞在酒店后院撞见了偷偷来看妈妈的三三。小小的孩子身形瘦弱，脸色苍白，却格外乖巧懂事，怯生生地看着眼前气场强大的陌生男人，眼里藏着小心翼翼的怯懦。薛其瑞看着这张酷似何之义的小脸，心头莫名一震，随口询问孩子的来历。何之宇恰好赶来，见状立刻抢先开口，刻意抹黑。这是何之义跟别的男人生的野种，这些年他就是靠着别的男人过日子，私生活混乱不堪。这句恶意的谎言彻底点燃了薛其瑞积压5年的怒火。他认定自己这些年的纠结与执念全是可笑的自作多情，这个女人不仅背叛了他，还早已和别人组建家庭，生下孩子，活得无比潇洒。怒火攻心的薛其瑞当即对何之义下达了更严苛的惩罚，克扣他的薪资，加重他的工作，言语羞辱愈发刻薄。何之义看着被恶意诋毁的女儿，心如刀绞，却无力反驳。他不能暴露三三的身世，一旦真相揭开，他极有可能彻底失去女儿，这是他的软肋，也是他绝不能触碰的底线。就在何之义深陷绝境，步步维艰之时，魏迟良的出现为他灰暗的人生照进了一束微光。魏迟良是柳城顶级财团的公子，性情温润善良，与偏执冷硬的薛其瑞截然不同。他偶然撞见何之义被何之宇当众刁难羞辱，心生怜惜。后续相处中，魏迟良渐渐发现何之义温柔坚韧，善良纯粹，根本不像外界传言那般不堪。他得知他独自带着重病女儿艰难求生，日日为医药费奔波，却始终积极向上，从未放弃，心底愈发敬佩。看不惯何之义处处受欺，孤立无援，魏迟良主动向他伸出援手。他收留了母子2人，为他们提供安稳的住所，还主动联系骨髓库，为患有血液病的三三寻找匹配骨髓，处处保驾护航。为了让三三安心，也为了堵住旁人非议，他认三三做了干女儿，默默守护着母女2人。魏迟良的善意与温柔，是何之义5年来从未感受过的温暖。在他被全世界误解、唾弃、刁难之时，是这个陌生的男人给了他庇护与底气。可这份纯粹的善意，落在薛其瑞眼中，却成了刺眼的背叛。他亲眼看到何之义与魏迟良相处和睦，看到魏迟良对三三百般疼爱，悉心照料，认定这是何之义新的靠山，是他抛弃自己另寻归宿的铁证。嫉妒与愤怒彻底吞噬了薛其瑞的理智，他愈发针对何之义，手段愈发偏执极端。他利用商业势力打压魏迟良的公司，处处掣肘，逼迫魏迟良远离何之义。他一次次强行找到何之义，逼迫他离开魏迟良，言语逼迫，强势施压，将所有负面情绪尽数宣泄在他身上。何之义不堪其扰，更不愿因为自己连累善良的魏迟良。为了平息纷争，保护尉迟家不受牵连，也为了给三三安稳的治疗环境，他一次次退让、妥协，独自承受薛其瑞所有的怒火与刁难。与此同时，活泼飒爽、敢爱敢恨的于西雨一直陪伴在魏迟良身边。他与魏迟良是一对欢喜冤家，日常拌嘴吵闹，却彼此信任，心意相通。他亲眼见证了所有是非曲折，
清楚看到何之玉的善良坚韧，也看透了何之宇的虚伪、恶毒、搬弄是非。旁人被流言蒙蔽双眼，唯有于西雨始终保持清醒。他看不惯薛其瑞的偏执武断，更厌恶何之宇的阴险狡诈，默默将所有真相、所有被掩盖的细节一一记在心里，等待一个揭穿谎言、澄清真相的时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诸多破绽渐渐浮出水面。何之宇急于上位，频频露出马脚，往日精心伪装的温柔善良层层崩塌。他私下威胁何之意，恶意诋毁三三，暗中挑拨离间的种种行径，一次次被尉迟良和于西雨撞见。薛其瑞纵然偏执，却心思缜密。他渐渐察觉到不对劲，发现所有抹黑何之意的流言，源头全都指向何之宇，所有让他误会何之意的证据，都漏洞百出。他心底的坚冰开始松动，多年的认知逐渐崩塌，一丝难以置信的疑虑悄然滋生。真正的真相曝光，源于一场生死危机。三三的病情突然急剧恶化，危及生命，急需骨髓移植手术，可合适的骨髓配型迟迟没有消息。病危通知书一次次下达，何之意濒临崩溃，整日守在病床前，以泪洗面，心力交瘁。绝境之中，尉迟良无奈之下，终于向薛其瑞坦白了所有真相。他将所有证据一一摆在薛其瑞面前，揭开了尘封5年的所有阴谋。薛其瑞终于得知，那个被他唾弃、被他憎恨的孩子，根本不是什么野种，而是他的亲生女儿。三三是他和何之意的小女儿，是他5年来从未知晓、从未呵护的骨肉。与此同时，于西雨同步爆出了所有真相。5年前的背叛、贪慕虚荣、抛弃孩子的所有流言，全是何之宇一手伪造的骗局。是何之宇嫉妒姐姐，联合何家长辈设计圈套，篡改证据，散播谣言，硬生生拆散了何之意与薛其瑞，将何之意推入万丈深渊。当年何之意并非绝情离开，而是被何家逼迫驱逐，被威胁永远不得踏入柳城，否则便要对襁褓中的孩子下手。他忍辱负重，远走他乡，独自承受所有骂名与委屈，靠着一己之力苦苦支撑，拼命守护着病重的小女儿，从未有过半分怨言。而这些年，一直伪装温柔，陪伴在他身边，刻意博取他信任的何之宇，才是那个阴险、恶毒、谎话连篇的始作俑者。真相轰然揭晓，如同惊雷炸响在薛其瑞耳边。过往5年的所有画面瞬间翻涌而来，他对何之意的每一次误解，每一次羞辱，每一次刁难，此刻都化作最锋利的刀刃，狠狠扎进他的心脏，让他痛彻心扉，悔不当初。他想起自己日日憎恨的女人，5年间独自在底层挣扎，受尽世间疾苦。想起自己百般嫌弃、恶意揣测的孩子，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常年被病痛折磨，无人呵护。想起自己一次次被虚伪的何之宇蒙蔽双眼，亲手毁掉了自己的爱情与家庭，偏执地伤害着最爱、最无辜的人。极致的悔恨与痛苦席卷了薛其瑞的全身，让他浑身冰冷，几近窒息。他自以为的爱恨分明、恩怨对错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荒唐至极的笑话。来不及沉溺悔恨，女儿的病危消息时刻牵动着他的心。薛其瑞放下所有身段与骄傲，动用全部人脉资源，全力救治三三，不眠不休守在病房外，满心愧疚与惶恐。看着病床上面色惨白、奄奄一息的小小身影，这个杀伐果断、从不低头的商界帝王
第一次红了眼眶，满心都是无尽的亏欠。他终于读懂了何之义5年的隐忍与坚守，读懂了他眼底的疲惫与悲凉，读懂了他所有的沉默与退让。他不是冷漠绝情，而是被生活逼至绝境，为了孩子，只能默默承受一切风雨。真相大白之后，何之宇的伪装彻底破碎，所有阴谋诡计公之于众。他苦心经营5年的温柔人设彻底崩塌，沦为众人唾弃的小人。何家也因当年助纣为虐，构陷嫡系千金，恶意拆散他人家庭，名声扫地，彻底跌落柳城豪门圈层。善恶终有报，所有恶行皆有代价。何之宇机关算尽，最终落得一无所有，身败名裂的下场，为自己的嫉妒与恶毒付出了惨痛代价。风波落幕，尘埃落定，薛其瑞开启了漫长且卑微的追妻赎罪之路。他褪去所有偏执与冷漠，收起一身锋芒戾气，放下身段与骄傲，小心翼翼地靠近何之义，笨拙地弥补过往所有过错。他包揽了33所有的治疗费用，日夜守在医院，悉心照料女儿，学着做一个合格的父亲。他默默为何之义解决所有困境，抚平他过往的伤痕，用尽温柔呵护他，迁就他。他一次次真诚道歉，一遍遍诉说悔恨，只求换来他一丝原谅。可受过的伤刻骨铭心，熬过的苦难无法抹去。5年的搓磨与伤害，早已在何之义心底刻下深深的裂痕，无法轻易愈合。曾经的他，也曾满心欢喜，义无反顾地爱过薛其瑞，也曾期待过携手余生，岁岁相伴。可当年他的不信任、不包容、决绝抛弃，5年的冷眼与羞辱，早已耗尽了他所有的爱意与热忱。爱意散尽，只剩满身伤痕与满心疲惫。面对薛其瑞迟来的深情与弥补，何之义始终平静、淡然，无悲无喜。他不再执着于对错，也不再纠结于爱恨。历经世间疾苦，人心险恶，他早已褪去所有天真执念，变得通透坚韧。他不再贪恋云端的浮华，不再执着逝去的爱情。如今的他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踩着玻璃鞋，依赖他人的娇弱千金。在无数个艰难求生的日夜，他早已独自撑起风雨，活成了自己的铠甲。过往的玻璃鞋璀璨易碎，承载着年少的虚妄与遗憾。如今的他，赤脚走过人间风雨，在泥泞与荆棘中独自起舞，清醒、独立、强大。他的世界不再需要依附任何人的光芒，自己便可温暖余生。故事的结局没有强行破镜重圆的圆满，薛其瑞依旧执着赎罪，默默守护着何之义和孩子，用余生弥补过往的亏欠，不求立刻得到原谅，只愿岁岁相伴，护他安稳。而何之义选择与过往和解，与自己和解。他带着渐渐康复的女儿，平静从容地走向全新的生活。那些爱恨纠葛、是非恩怨，终究化作过往云烟。他曾身着华服，踏碎月光，在玻璃鞋上翩翩起舞，惊艳年少时光。也曾跌落尘埃，满身风雨，在泥泞绝境中独自挣扎蜕变。盛大的繁华落幕，刺骨的寒凉褪去。最终，他褪去枷锁，告别虚妄，在属于自己的人间烟火里，完成了一场最盛大、最坚定的独舞，温柔且强大，清醒且自由。